好多音響器材咧，根基都只係得一隻普通嘅開關電子牛啦，我稱佢為個垃圾牛啦，因為真係好平啊，啲 noise 又多。為咗系統表現咧，通常你都要換翻隻線性供電，即係 linear power supply， 基本上係指定動作噶啦，你唔換唔得嘅。如果唔係啲聲真係幫唔到手。但係買呢啲咁嘅線性供電咧，通常都會有兩個問題。第一咧就係電壓匹配問題啦，因為用呢啲線性供電嘅器材，部電壓都唔同嘅。呢部咧就係5 volt，嗰部咧就係12 volt。唔通真係唔同電壓都各買一部線性供電咩？有錢買都冇位擺啦。第二咧就係電流需求嘅問題啦。如果呢個線性供電係預備俾一啲音樂串流器或者係 NAS 用嘅話咧，線性供電就要有一個比較大啲嘅 M 數，即係高啲嘅電流啦，先夠用同埋安全嘅。咁但係通常大電流嘅線性供電都會係貴同埋大嚿啦。Hello 咁多位大家好，我係國人，歡迎嚟到 viva3.com。今集咧我就會同大家介紹嚟自台灣嘅 Casus 多功能線電 P9， 因為佢一部裝置就解決晒我頭先所講嘅所有問題啊！有自選電壓，有特大電流輸出，機身唔大部，最重要咧價錢亦都唔算貴啊！佢嘅聲音表現仲向住一個全新嘅方向前進添。到底即係點呢？我哋而家即刻去片啦！咁中意睇我哋呢啲片嘅朋友咧，記得訂閱啦。好，咁我開箱先。說明書啊 ，Low Noise Linear Power Supply， 好似好簡單嘅啫，冇乜特別嘅啫。有唔同嘅電壓輸出嘅，仲要分兩組，就係大家所需要嘅嘢啦。因為你都知㗎啦，買線性供電就話一部機供電，部機你換咗之後，你個線性供電就冇用㗎啦嘛。一陣買第二部機翻嚟，個電壓唔啱嘅，你話死唔死啊？咁到時唔通你又買個線性供電？咁呢個你就係一個線性供電可以滿足晒你唔同嘅需要。仲有兩組都可以揀唔同電壓。喂，咁啊真係幾好喎！美式電源線一條，兩條嗰啲 DC 線。開箱完畢。乘着風遊蕩在藍天邊，手牽手一步兩步三步四步望着天，看星星。I've looked at clouds from both sides now。好，咁我哋睇睇 P9 機背啦。右邊 IC 電源插，開關掣，電壓230 volt， 跟住有個 ground port， 然之後最重要啦，兩區嘅DC 輸出 Zone 1、Zone 2。Zone 1咧就有4組電壓嘅俾你揀嘅，分別係5 volt、7 volt、9 volt 同埋12 volt。然之後 Zone 2咧就係高電壓啲噶啦，咁啊分別有12 volt、15 volt、19 volt 同埋24 volt， 另外一組輸出，即係話咧佢係可以同時間有兩組 DC 輸出，分別係有唔同嘅電壓嘅。暫時懷念某種老朋友，不過未能共享一世上沒人能阻擋細水愛長流，若回憶偶爾活現就前來挑。台灣 Casus 一直咧都係推出好多供電產品啦，咁有格離牛啦，亦都有線性供電，近年仲有好多其他音響產品，唱頭放大器、串流播放機，同埋最近連網絡交換器咧都出埋嘅。更重要嘅就係高性價比，價錢合理。咁今次我實試嘅咧就係 P9 多功能線性供電啊。咁啊線性供電咧機面係乜嘢都冇掣俾你校噶啦，機底呢有個輸入電壓選擇啦，咁跟住咧就係4粒膠腳，開關咧就係拍機後邊嘅大掣啦。呢部機嘅運作溫度咧其實相當之低啦，咁所以都預咗用家可以長開都得嘅。咁先睇技術同埋用料啦。P9 係用咗廠方自行生產嘅環牛啦，內部嘅電路係採用全分立元件，成個設計基礎咧係參考同廠旗艦 P28 嘅線性供電。市電輸入嗰邊咧係用 OCC 單晶銀線作為連接嘅線材，而內部線路板咧就用2安士厚嘅銅箔嚟到做嘅。嗱，供電要靚聲咧，搞靚嘅接地都係非常之重要啊！咁針對接地處理咧 ，P9 入邊係每組輸出供電軌都設有獨立嘅接地線路啊。機身背板咧亦都有一個獨立嘅接地端子啦，方便大家接駁地盒啦。機身外殼咧就係4mm 厚嘅鋁合金嚟到製造啦。咁系統保護機制方面咧，包括有過熱保護，咁用家可以放心使用啦。時間難倒回，空間已破碎，午後時間好好來愛。
嚟到 P9 最大嘅特色就係佢多咗好多靈活性啦，而呢個靈活性呢係好實際，好多人都真係需要嘅。P9 提供兩組獨立嘅 DC 輸出，都係用鍍金物料嚟到製造。DC 插頭嘅規格呢就係 5.5、2.5mm 嘅，極性呢就係內正外負，都係好大腦嘅設計啦。咁我都會建議講究嘅用家呢，自己另外再買一條靚啲嘅升級 DC 線嘅。咁啊，第一組輸出呢，就係比較低嘅電壓嘅，可以自己選擇提供5V、7V、9V 同埋12V，電流量最高係 4A， 峰值電流上限呢上到 5A 嘅。第二組 Zone 2就係高啲電壓嘅輸出啦，可以自行設定 12V、15V、19V 同埋 24V， 提供 5A 嘅壓定電流啊。峰值可以上到 7A 添，基本上第一組輸出呢係適合一啲網絡交換器啊、小型嘅音響裝置、附件等等啦。而第二組輸出呢，亦都足夠可以俾一啲串流播放機啦，或者係一啲用電比較多嘅音樂伺服器嘅，用嚟搭配草莓派電腦或者 NUC 嚟到行 Room Server 呢，都係非常之適合嘅。咁數據方面呢， P9 喺60瓦輸出狀態嗰陣時嘅 Ripple Noise， 即係連波噪音數值係低過150 microwatt。喺全功率輸出嘅狀態之下呢，呢個噪音數值亦都低過220 microwatt。咁設備咧喺50 Hz 頻率輸入，即係香港嘅市電啦，同埋峰值負載環境之下運作嗰陣時咧，機身係唔會產生任何嘅鼾聲或者係震動聲音，隻牛係非常之靜。咁而器材最大嘅功耗呢係330瓦。咁睇睇 size 啦 ，size 咧就係如畫面所示啦，唔算細，但係亦都比標準器材細少少嘅，重量係6公斤。好，咁而家錄音，咁就錄呢個Casus 嘅 P9，因為佢係一個線性供電啦。咁而家我成套系統裏邊咧，得一個裝置係需要線性供電嘅啫，就係個 Network Switch 啦。Unio 嘅 Pokey， 佢係用呢個 DC 12V 嘅，咁我就用咗佢嘅 DC 12V嚟到去接駁。搭配器材咧都用翻個 reference 嘅器材噶啦。Roon Core 咧就係 Rotner 嘅 Wavelight Server， 解碼咧就係 Mola 嘅 Tamigi， 合併式擴音機 Boda 866 Integrated， 推喇叭就係 Magical A3。To your care. You burn me up, believer. Yes, that's at the North Pole and he'll happily. Please don't cry no tears now. It's Christmas, baby. To say the things she truly feels. When you walk through the garden, you gotta. 好，咁啊講一個聲啦。嗱，首先第一件事呢，就係佢唔係一個音響器材，佢係一個供電裝置嚟嘅。咁始終最影響聲音嘅就係裝置本身啦。但係供電亦都絕對影響到裝置本身嘅聲音質素。所以如果話線材呢啲嘢係用嚟調聲嘅話，供電靚同埋唔靚係真係可以左右到聲音質素同埋聲音方向嘅演繹。呢部 P9 呢，用咗同埋唔用呢，基本上嘅音色平衡度係接近冇改變嘅。咁啊，同以往 Casus 好多隔離牛嘅裝置用咗之後嘅聲音又會稍為厚暖咗少少，係唔同啊。高音當然唔會少咗啦，聽感上高低伸延仲拆得闊啲添。另外因為佢嘅高頻噪音比較低啦，所以聽起上嚟背景係更加之寧靜，令到聲音嗰啲好細嘅細節都更加容易聽得到啦。咁啊，淨係接駁網絡交換器呢，我就覺得聽得唔真。咁喺臨還機之前咧，就拎翻個 Silent Angel 嘅 Roon Core 嚟到去試啦，因為咧佢係接受 DC 12V。咁啊，比較之下咧，用佢呢個線性供電嘅聲音係行呢個反應好快嘅方向啊！咁背景靜再加埋速度快，都係非常之討好嘅。呢個供電都俾到幾大嘅 headroom， 咁所以裝置就算需要用多啲電咧，佢都係好穩定。咁好啦，讚咗佢好多啦。咁佢有啲咩不足呢？我每次測試產品咧都會講少少產品嘅不足，因為呢個世界上係冇完美嘅產品嘅，希望各方明白啦。第一樣真係要小心啲留意嘅，就係任何呢一類可以自調電壓嘅線性供電咧，你喺開機之前真係要 check 清楚你嘅電壓係咪真係啱。即係如果你個裝置咧係食 DC 5V，咁你就唔覺意拍咗落去12V嘅話咧，咁啊好容易就燒機噶啦。
咁當然同一時間你都要留意下佢嘅電流量啦。例如如果你想連接一啲可能4杯或者6杯嘅 NAS， 佢係用 DC 12 volt 啫，咁可以選擇嘅話就可能要用 Zone 2嗰邊咯，因為 Zone 1嗰邊嘅電流量呢可能未必夠啊。咁最後如果有玩過佢上一代機 P8 嘅朋友呢，可能就會問點解 P9 係冇咗呢個電壓嘅顯示呢？因為機面有電壓顯示嘅話就冇咁容易搞錯電壓啊嘛。咁但係好明顯廠方將呢個 LED 顯示屏取消咗呢，就係為咗機入邊嘅干擾進一步減低啦。咁所以都係嗰句，小心去設定電壓呢，就係呢部機最重要留意嘅地方啦。咁因為後期呢，Zone 1、Zone 2我都一齊嚟用，我特登係細心留意一下，究竟只係一個松駁電同埋兩個松一齊供電嗰陣時，聲音有冇咩分別？咁實試過之後呢，好老實我就聽唔到啲咩大分別啦。我相信用家買得佢呢，不妨用晒佢兩組輸出，唔使同佢慳嘅。咁實試嚟到呢度啦，有興趣嘅朋友呢，記得喺本片說明欄睇睇賣幾多錢同埋邊度可以試聽。其實呢，就係喺呢個旺角 LabCable 嗰度可以試聽嘅。咁另外亦都順帶呢度同大家介紹 LabCable 社長阿 Peter 自己嘅 YouTube channel 啦，佢會有定期唔同嘅音響知識介紹，當然亦都有佢好多代理嘅筍貨唔同嘅產品介紹啦。咁有興趣嘅朋友呢，都可以去訂閱同埋睇下 LabCable Peter 社長嘅 YouTube channel。